关注甜蜜君，看剧更精彩。大家好，我是甜蜜君。千与千寻，无数人心中的经典之作，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悟，里面包含许多的人生寓意。整个电影主要围绕勿忘初心。千寻老爸道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建筑是经济扩张期投资建设的，但是烂尾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兴起了投机热潮。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萧条期，被称为失去的10年。作者想通过千寻迷失的故事，告诉当时的日本人在迷失中如何寻找与回归。影片一开始，千寻一家准备转入国道21，因为父亲走错了路，最后导致全家的迷失，寓意即将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而由于上一辈人走错路，因而带着国家走向迷失的境地。而车牌1901也颇有寓意，1901年正是20世纪的初始之年。树旁不起眼的鸟居，用于区分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代表神域的入口，是为了提醒来访者，踏入鸟居意味着进入了神域。红色钟楼招牌上的字其实已经写明了汤屋。一家人进入红色钟楼，里面实际上是一个车站。钟楼内部有大量的长条椅，千寻妈妈听到了电车的声音。关于时间，千寻一家刚到的时候，爸爸的手表显示是上午10点。钟楼上有大小2个时钟，仔细观察它是会动的。爸爸说完泡沫经济后，大时钟的时间显示的是文字，快10点半的位置。小时钟的时间正常感官是10点半多，但是如果你仔细看，3的位置和9的位置反转，而且两面时钟不一样，一个有13格，一个是12格。正常6的位置，另一边是7。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个装饰，那就错了，它会动。下一个镜头，千寻抬头向上看，大时钟的时间已经变了，招牌上的字也不一样，开始是没有油字，后来有。到了晚上，时间又变了。走进去的商业街的场景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昭和早年时期的旧式建筑。如果你仔细看，大大的骨肉下面还有人肉的招牌，另一边招牌上的眼睛图案还有这个文字，在影片里多次出现，不但在夜景里出现过，在列车上的行李也有印着。老板不在，父母决定先吃后给钱，这种先享用后付款的信贷概念，正是泡沫经济彻底走向迷失的根源。食物映射为人性的贪婪，千寻父母吃食物的夸张吃相，正是代表了人性的原始贪婪。千寻发现自己逐渐变得透明，这时白龙对他说，吃了这里的食物，你就不会消失了。这句话暗示，如果你不融入社会，就会被淘汰，就会变成透明的人。整个油屋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所有的神明和员工都穿着传统的服饰，而在这个充满传统建筑的最顶层，是一个完全西式风格的房间，而最高级的执权者汤婆婆却是身穿欧洲中世纪服饰的西方人模样，暗示着她是外来的力量，是资本家的象征，崇拜金钱，冷漠无情，靠剥削员工的劳动力获取利益。在油屋工作的人必须都交出自己的名字，签订合约，这就像资本家和工人的合约关系。当人以社会的规则立约，常常容易丧失自我。白龙告诉千寻，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如果被剥夺了名字，就记不得回家的路，迷失了本心，就再也回不去了。锅炉爷爷代表无数的底层员工，任劳任怨，从不抱怨，用多个手工作，吃喝睡都在工作岗位上。千寻把名字写错，他的名字叫荻野千寻，而在契约书上写的是霍野千寻，你可以认为他是故意的。他刚要求工作的时候，时钟指的时间是2点04分，签约时时钟的时间是2点整，时间发生了倒退。
河神这个情节安排得非常巧妙，不但看到了千寻的成长，得到了同事的认可，也间接讽刺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河神所代表的是大自然，但是并不是千寻一个人把河神给清洗干净的，这里有众人的帮助，保护环境还需要大众的力量。清除了污垢和垃圾，你将得到的是金子。河神给的丸子其实是起到了净化心灵的作用，吐出了污秽，内心得到了净化，吐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千寻也吃了，只是觉得苦，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大家在疯狂抢夺河神留下的金子，无脸男默默地站在人们的背后看着，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贪婪。无脸男作为社会被遗弃者的存在，明明是这个世界的人，却被大家无视，常年戴着面具，敏感自卑，且不会为自己发声的普通人，内心孤独迷茫，利用人们的贪婪来弥补自己的空虚的满足感。当强制改变自己适应环境后，却发现自己更加的孤独空虚，从最初的善良堕落到面目全非。欲望是影响一个人最好的切入口，最后通过千寻的帮助，吐出了贪婪和欲望，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无脸男纵身一跃，不是对千寻的死缠烂打，而是对活在现实的勇敢选择。无脸男是不是爱上千寻？且不说他对千寻是不是爱情，但他喜欢千寻是显而易见的。他被千寻的善意的对待所吸引，他的心门也在千寻担心他淋雨，让他进门避雨时打开了，本能的想靠近千寻这里温暖的阳光，变成拼命想回报的报恩者。其实无脸男要求的不多，仅仅是一丝关怀。在钱婆婆的家，他体会到了从来都没有过的温暖，吃蛋糕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可爱了。钱婆婆是千寻以外第二个让无脸男感到温暖的人，所以钱婆婆让他留下来当助手时，他的表现是开心的，他没有再纠缠千寻。如果理解为爱情，放在现实里有这样的追求者也是很可怕的。无脸男对千寻的凝视、尾随、引诱，到后来试图想直接占有，所以我更愿意理解为他想要的仅仅是陪伴和守护。那3个头变成宝宝后，马上拍真的宝宝，典型的小人得势，消灭了宝宝，自己就能永远的替他享受荣华富贵，成为汤婆婆的孩子，直到被识破，还不忘了拼命吃，就算明知死到临头，还是收不住手，暗示了人类的贪婪，与小鸟的忠诚形成了对比。水上电车，它如此美丽，却又流露着哀伤。昭和34年9月，一场特大台风登陆日本，当时名古屋附近的伊势湾受害最严重，因此被称为伊势湾台风。这条本是沿海而行的铁路，在台风后被海水淹没。这是当年名古屋铁道列车，无论外形、车头形状、车灯，还是红色座椅和地板，都非常相似。锅炉爷爷特地强调是40年前用剩的车票，电影制作的时间是1999年，40年前正好是1959年。从站牌上可以看出，这是个由南至北的路线，也和当年的路线吻合。身穿昭和早年时期服饰的黑色透明人，或许就是象征了在那场台风中逝去的一个个普通的生命，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着。道口等候列车通过的妇女，他们身后的路已经被水淹没。出站口的旅客，站台外是一片汪洋。当年这条路线通过名古屋铁路公司的抢修，设立单向行驶的临时线路，刚好对应锅炉爷爷口中有去无回的设定。千寻一家进入隧道前，爸爸摸了一下隧道的外墙，说了一句：“这是水泥的，看来建成不久。”等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个隧道的墙也变成石块砌的，石像也变了。为什么千寻能猜对那些猪里面没有他的父母？之前千寻做梦时，拿着河神给他的丸子去找父母，旁边的猪知道吃了就可以变回人类，
全部都挤了过来，露出贪婪的表情。而最后汤婆婆让她猜时，那些猪没有表现出贪欲。据此，千寻判断出它们都不是人类。白龙为什么不让千寻回头看？千寻是直到出来隧道才回头看的。一方面，一旦回头，就彻底遗忘了这些人和事，这也是他成长的经历。千寻的父母回头，遗忘了一切。不要回头代表一个人勇于告别过去，直面现实的勇气。人生只可以往前看，不能回头。不要沉迷于过去，哪怕我们有觉得美好的东西，放下对过去的执念，勇敢面对未来。为什么钱婆婆送千寻的头绳闪了一下？这个就是提醒千寻，经历了这一切都不是梦，而是真实的存在。白龙和千寻还会见面吗？白龙是河神，当初河被填，无家可归才来到了这里。等哪天人类把环保做好了，白龙一定能重新回来，和千寻再次见面。这还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经历过的事情不会忘记的，只是记不起来而已。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是甜蜜君，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